第7天，整理本周心得，我学到什么，哪里还不懂。第一次靠岸检修，本周心得沉淀。完成了人生第一次下单后，小程感到兴奋又充实，但他没有急着往前冲，而是选择在周末的夜晚泡了杯茶，静静地翻开这一周以来的所有笔记。太好了，这种变成真的感觉，正是从理论迈向实践最珍贵的礼物。随着第一周的尾声，小程需要一个仪式来沉淀所学，这能让他的投资之路走得更远更稳。重要心法的提醒，学习的速度取决于复盘的深度。投资不只是向前看，更要向后学。每周一次的复盘，是将外部知识内化成自身能力的炼金术。此时的方法是，请回答2个核心问题。他打开笔记本的新的一页，写下标题：第一周学习心得，并开始真诚地回答这2个问题。1. 我学到了什么？侧重于知识与技能。2. 哪里还不懂？侧重于困惑与不足。请守纪律，诚实地面对自己，不伪装学会，也不轻视自己的进步。小程的第一周学习心得，我学到了什么？我学到投资不是从选股开始，而是从问自己为什么开始。我的北极星宪法是我未来面对市场动摇时最强的定心丸。明白了目标的力量，我学会了查询殖利率 EPS， 并理解它们背后的意义。我知道00878、0050、00713、00919它们各自的性格与角色，了解数据的语言。我建立了核心卫星资产配置的观念，这让我不再只看单一标的的涨跌，而是看整个组合的健康度。这是投资策略的雏形。财务的纪律，我清晰地盘点了自己的财务，定出每1万元这个可持续的投资金额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我建立了自己的作战指挥中心，交易的记录表，这让我的投资从此有数据可循，有系统的管理。我完成了第一次下单，克服了对交易软体的恐惧，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，这是自我心态的突破。哪里还不懂？我理解概念，但实际操作时该卖多少？怎么卖才最省税和手续费？这部分我还需要更具体的范例，这是关于再平衡的实务细节。我懂了 EPS， 但财报中还有本业利益、业外收入、自由现金流等名词，它们的具体意义和重要性是什么？关于财报，它是有深度的，难怪小程还不懂。我知道台积电很重要，但美国的升息、全球的景气，到底是如何具体影响到我这些 ETF 的价格？这个传导路径我还很模糊，意思就是市场的联动关系还不太明白。00919和许多 ETF 都有收益平准金机制，我听到正反2面的说法，我该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个机制、平准金的争议？第一周的总结与行动写完后，小程看着我学到了什么的清单，感到一阵自豪踏实。他发现不过1周时间，自己已经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一个有系统有目标的投资实践者。而看着哪里还不懂的清单，他不再感到焦虑，反而有了清晰的学习方向。这些问题就是他下一阶段需要攻克的目标。他将这份心得存档，并在行事历上设定了一个重复提醒，每周日晚上进行本周投资心得复盘，给您的深深共鸣与祝福。你与小程一起完成了最扎实的第一周，这7天所建立的基础，远比之后70天的盲目操作更为重要。第一周的认知练习是存股中最难，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，因为真正让投资人稳定获利的，不是选股技巧，而是认知的成熟度与稳定度。关于认知练习的4个核心关键：关键1，认清存股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是把股票当作一间你愿意长期持有的公司股份，追求的是时间复利与稳定现金流，核心在于稳定加纪律，不是今天买明天卖的短线波动游戏，看盘情绪起伏的刺激活动。认知练习的重点，练习从股价思维转成公司思维，想的是这家公司5年后会怎样，而不是今天涨起。关键2，
练习分辨自序有噪音，股市每天都有新闻，判单、预测、恐慌，初学者最容易被这些短期声音带走。认知练习的重点，学会问自己，这个消息会影响公司5年后的价值吗？若答案是不会，那就是噪音。保持知道但不被影响能力，这是一种心智训练，练习看见波动而不跟住波动起舞。关键3，练习看懂公司与价格的关系。初学者常以为好公司好股价，其实不一定。存股练习中要学会区分公司价值基本面、市场情绪、价格变化。认知练习的重点，练习价值与价格不同步的现象。当价格低于价值才是机会，反之要谨慎。这需要观察财报、配息记录、产业趋势。关键4，练习关照自己的心。存股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自己，涨时怕卖太早，跌时怕亏太多，这些都是情绪的波动。认知练习的重点，每次市场剧烈波动时，先看自己的反应，写下我为什么焦虑，我怕什么，把焦点从外部市场转向内部稳定，这正是投资心性训练的起点。总之，存股的认知练习不在市场，而在自己。练的不是技巧，是心；练的不是判断未来，而是看清当下，坚持原则。请相信，提出一个好问题，比得到10个答案更有价值。您现在列出的不懂，正是您下周、下个月进步的燃料。投资是一场认知的变现，您现在所做的每一步，都是在为未来的财富大厦浇筑钢筋混凝土。祝福您在投资这条路上，不仅成为财富的积累者，更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。愿您每周的复盘都能为您带来更深邃的智慧与更平静的力量。您已经完美的为认知练习画下句点，准备好迎接下周实作与记录的挑战。第1周，这一天，小陈为自己的学习装上了涡轮增压器复盘力。